这排练了一上午啊，真是累死我了。早知道做明星这么辛苦啊，我当时就不缠着修哥给我拍戏了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干什么？我有问你吗？你废什么话？没想干什么，只是随便说一说，干嘛那么激动？阿峰，我发现这2天你有点怪啊。昨天在酒店你就公然向我挑衅，今天又跟我这儿嚼舌头，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随口说说而已。行行，做好你的保镖工作吧。你不过是1介武夫，少装像条大鱼了。你好，保镖先生，干嘛？你现在有事儿吗？没事。那个，如果没事儿的话，我们陆导想请您过去聊聊。啊。应该没打扰你吧？我有什么好打扰的？整天的工作就跟个木头桩子似的，往那儿一站。我想继续上午的话题。关于海中月，你说了很多你喜欢的地方，能说说你不喜欢的地方吗？直说，没关系。没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，即使有不喜欢的地方，也是属于瑕不掩瑜。比如说，比如第26集，苏婉儿和画家那场戏，我不太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戏剧化，和前面的情绪有点跳，这是其一。最要命的一点，你的这整场戏完全借鉴了库布里克在《发条城》里边的情绪设计，有点抄袭嫌疑。我想说一下最后一场戏，就是苏婉儿和她第3个爱人诀别，这让我想起了《蓝色精灵》那部戏，和你用了一样的想法。用宽容来代替决斗。这场戏我确实受到了蓝色精灵的影响。蓝色精灵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1983年拍摄的一部反映现代的年轻人精神游荡的文艺片。我很喜欢那种大气的、悲壮的东西，因此我一直想借鉴。戏是好戏，只可惜这种情绪和前面的节奏有点矛盾。我打个比方吧，你明明进了一家湖南菜馆，你却点了一道广东的烧鹅。哦，对了，其实《蓝色精灵》这部片的导演根本就不是斯皮尔伯格，而是卡尔维斯。电影也不是83年拍的，而是88年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建议你再去看一下这部戏，你就会知道是你记错了。其实这是卡尔维斯第1部独立的导演作品。你这个脆弱的男人，甚至啊，不如一个女人能够执着地对待人生。枉费了这么多年来你的朋友对你的期望。我真的有很多苦衷，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坚强。我的心啊，已经收回了对你的爱，我要离开你。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就这样吧。只能这样了。怎么？我演得不好吗？你不知道啊，刚才我在念台词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真是好感动，好感动啊！
是吗？我觉得好夸张，好夸张哦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你回去好好练习这场戏，明天准时开始。好不，拜拜。辛苦了二位。你一个下午没来排练场，知道我们有多郁闷吗？还笑得出来？苦中作乐呗。哎，熬了熬了熬了，晚上我请客吃饭。为什么呀？庆祝我认识一个新朋友。我曾经自称是经验主义编导的典范。我能有今天，全靠在大学4年里面购买了2000多张国外电影的 DVD， 并且全都看完了。毕业的时候呢，号称是通晓中外，见多识广。没想到，今天遇见了一个保镖，竟然比我更加的博学多识啊！我不过是一热心的观众而已，就是让我再多看1万部，我也写不出海东月。昨天晚上饭局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你会站出来指责你老板的情人。不光是我，在场所有的人都被你给震了。你们老板可是有名的狠角，是一不留神就砍人的主啊！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主要是看不惯娜娜那副嘴脸而已。为什么你看不惯她的嘴脸？你是看不惯还是心疼我们的戏啊？下午你们排练的时候，正煎熬排练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说真的不忍心看到这么一部感人的戏被这样一个白痴给糟蹋了。你们能想象到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心情，所以今天这顿饭我必须请。哎，你很喜欢电影吗？不能说是喜欢，应该说是热爱吧。和我一样。和我一样。能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热爱的吗？这么说吧，我的一生是被一部电影影响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82年，当时我7岁，正上小学1年级。有天晚上，我和家人一起走进电影院，看了轰动一时的《少林寺》。那2个小时，简直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2个小时。整场电影，我如痴如醉。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武打电影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武打电影，我肯定不会放过。于是，后来我就陆续的看了《南北少林》《少林寺弟子》《武当》等等。再往后呢，我就在录像带里开始看成龙和李小龙的武打电影。上了中学，我就特别喜欢李连杰的方世玉和黄飞鸿。这些电影带给我人生中最大的感受是，早早地树立了我的人生梦想，当一名侠客。后来你荒废了学业，去拜师学拳。是的，我准备离家出走去学习武功的时候，我爸我妈死活不同意。没办法，我就想了一招，绝食3天，最终还是获得了我想要的东西。你一定去了少林寺。没错，是少林寺。到了那里，那里的师傅又不收我，我又想了一招，就跪在他们门前整整7个白天，最终还是感动了他们。那学成之后呢？学成之后，我忽然发现，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武侠世界，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而已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投靠了一些社会上的大佬，当一名保镖或者打手什么的。可是你看了电影，都和武侠戏没有什么关系啊。
我因为喜欢武术而迷上了武打电影，又因为喜欢武打电影而迷上了别的电影，最终彻彻底底的成了一个电影发烧友。4年前，我跟了修哥，他当时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既有钱又有名。他之所以有钱呢，很简单，是因为啊，他是贩卖盗版 VCD 的祖师爷。这样呢，我发现我跟对了老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们知道当时修哥安排我什么职务吗？他安排我去看仓库。我一脚踏进那个仓库门啊，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发现啊，里边堆满了成千上万的 VCD，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啊！哎呀，当时我心里啊，甭提有多高兴了。于是呢，白天呢我就去帮他催债，晚上就把自己关在那小屋里看各种各样经典的电影，整整一口气看了4年，每天晚上3部。哎，哥几个，你们给我算算，这4年我一共看了多少部电影？呵，你可真的能到电影博物馆当评论员了。那4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4年，因为每天晚上我都在五颜六色的梦境中度过。每当我播放一张新的碟片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灵魂出窍了，我会进入另外一种世界，那个世界有悲欢离合，有热血沸腾。你们知道吗？我这一生中最崇拜的人，就是那些能够拍出好电影的导演，因为是他用他们的智慧和心血，带给我生命中太多的乐趣。否则，我这一介武夫，只能活在麻木之中了。你知道吗？听了你说这些话，让我有一种想嚎啕大哭的感觉。我和你一样，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4年。这4年的时间里，我承受过太多的挫折，到现在还能撑下来，就是因为每天晚上品味着电影里角色的命运，陶醉了自己，然后再用别人的梦来鼓舞自己。兄弟，今天晚上我们要连喝20杯。陆导，今晚这酒单我来买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好久没有释放的感觉。大家尽情的喝，不醉不归。来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。是张曼玉的《甜蜜蜜》引导我进入这一行。那一年我15岁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有了我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我是属于那种酷爱幻想的人。后来我终于找到一种能够实现幻想的平台——影视剧。我最初对电影的理解是，为什么电影里的人和我们现实中的人不一样呢？而且你能很明显的发现，在电影里的人是那么的有魅力。我把《阿甘正传》连续看了7天。为什么看7天呢？因为这7天里啊，我是连续看的，翻来覆去的看。到第8天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碟子坏了。我看《布拉格之春》是在学校外的录像厅看的，在3天的时间里，我一共看了12遍。之所以没有看第13遍，是因为录像厅再也没有放过第13遍。我总觉得《海中月》第16、17集，苏婉儿和夏云之间的爱情悲剧缺少点什么？真的，大家想想看，一对天造地设的情侣，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，因为大时代的冲击，而不得不终止这段爱情，这是让人最感慨的。
这让我想起了卡萨布兰卡和魂断蓝桥。我也这么认为，不过我还没有灵感去升华它。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苏婉儿，她的内心世界应该有一次裂变，也是因为这次裂变，使他们分手。我现在更在意的是夏云的内心感觉，因为毕竟我现在演苏婉儿的3个爱人。来，让我们干完这杯中酒。为这个美妙的一夜干杯！为我们认识了一位新朋友，干！谢谢。我也干一杯。干！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别客气。我真的应该感谢你。这一夜，我好像又找回了几年前来这儿的激情。那个时候，我跟文文燕子也总是喜欢彻夜长谈，我们总是喜欢聊明天，展望未来。我和你不同，我更在意的是如何对付今天。喂，陆导，在睡觉吗？是啊，你呢？没睡呢？没有。回去后我一点睡意都没有，一直在琢磨你刚才的话题。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我想好了那场高潮戏该怎么处理了。关于昨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，第16集和17集，苏婉儿和夏云诀别的这场戏的处理方法，大家想想看，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，又因为大时代的冲击，这对恋人必须分开。那么我们如何处理这种撕心裂肺又无力回天的情节呢？这让我想起了一部意大利的影片《日出时让爱情终结》，是它给了我无限的启发。影片讲述的是意大利中世纪某一个村庄，当时瘟疫蔓延，那个村里的所有的人几乎都难以幸免，但他们又束手无策。这时有一对男女相爱的男女走到这里，巫师告诉他们，你们中的一个人已经得了瘟疫，具体是谁，只有等到天亮才能知道。于是这对情侣就在漫长的一夜里做着2件事情：第一，向爱情告别；第二，向对方祝福。动情之处，当然情意绵绵。终于，天亮了，这2个人开始面对这场命运。请问，这个故事能否和我们的情节对碰一下呢？能，真的能，太能了！我原来设计的剧情就是苏婉儿和夏云为了不拖累对方，他们提出了分手，并且编造了很多谎言作为借口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把这场戏放在1938年，上海沦陷之际，他们2个人站在码头上，等待着开往不同方向的2艘轮船。我们这场戏就从这儿开始了。是啊，他们必须撒谎，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正伤害着自己。
然后在这漫漫长夜里等待爱情的终结。这种诀别既能体现爱情的伟大，又能展现双方的人格。无名，我们现在就去排练。天快亮了。是啊，我们就快分道扬镳了。以后还能见面吗？你说呢？首先，应该是苏婉儿提出诀别，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，永远都是善待别人，责任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突出苏婉儿的悲剧性格。夏云，人之将走，其言也善。我还希望你能平静地接受。你说吧。我从未爱过你，我只是想利用你送我去加州。我想躲开这场战争，躲开这场命运。好了，现在话都说完了，我想这场戏也该结束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这个人呐，就是太老实。希望你以后不要相信女人，尤其是那种16岁就和成熟男人上床的女人，比如我。而夏云呢？她此时内心深处是肝肠寸断，但是在表面上，她又表现得放浪不羁的神态。就如一个古兰经的信徒，必须用自己的鲜血来祭拜自己的诺言。你的故事说完了，现在轮到我说了。这些年来，有人说我夏云厚道，有人说我夏云宽容，这些或许都有来源，但确实都不准确。我，夏云，真正的夏云，他的身边是那些三从四德、低头垂目的女人，很无聊，这些我不喜欢。我喜欢的是那些有挑战性的女人，看看我是否还有放浪。日出的时候，轮船到了，他们彼此编造的谎言走到了尽头。是的，人的谎言欺骗不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自己的眼睛。既然话都说完了，大家的人格秉性都摆在双方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得通通透透。但是我认为，我们毕竟交往了3年，现在要各奔东西，还是应该说句祝福的话。在我的目的地，有一位比你还要漂亮的女孩，正等着我。
知道了，我在排练场。是娜娜。她来了。刚才我们还在自我陶醉呢。其实这一切的一切，都需要娜娜来提前。原来的剧本也不是这样的呀。是的，我们刚刚做了调整。应该说是一种升华。显然比修改前要强很多。那我要按照这个版本来演吗？当然。好吧。我从第1分钟跟你相处开始，就盼望着今天。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我只不过是想利用你，带我去加州，躲开这场战争，躲开这场命运。如今一切都完成了，这场戏也该闭幕了。这是真的。你太老实了，希望你下次不要轻易的相信女人，尤其是不要相信16岁就跟成熟男人上床的女人，比如我。我们要说的也都已经说完了，各自的人格和良知也都摆在了这里，看了个通透。但是我想，我们毕竟相识了3年，如今到了各奔前程的时候，总该说一句祝福的话。哇，你都哭了，难道我演的真的那么棒吗？嘿，我能想象到你的心情，但是没想到你会流泪。陆天，我要谢谢你。为什么要谢谢我？从昨天到今天这24小时里，你让我度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一天。4个懂影视的人聚集在一起，陶醉在一部戏里，一起聊剧本，一起设计人物。这一直是我渴望的一种生活。虽然它仅仅只是一天，但也足以让我回忆一辈子。我想等我老了，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，我也一样能记得今天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？或许吧。我要退出海中医。你说什么？你要退出海中月？是因为你不愿意做娜娜的老师，还是不愿意做女二号？都不做。那为什么呀？就因为娜娜她不会演戏。10年前，我上初1的时候，我看了苏婉儿的传记，是她的故事打动了我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盼望着能有一个有才华的导演，把他的故事搬上荧幕。现在你做到了，
你写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剧本。1个月以前，我一气呵成把它看下来，我当时心里是按耐不住的激动。你问我为什么要退出，我只能说，海中月，我爱他。或许我不能建设他，但是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毁灭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小丽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我绝不希望你退出，因为这是你第1次在长剧里面担任主角，而且还有那么高的片酬。想想看你这些年的遭遇，一路走来很不容易。所以我要再次感谢你，是你的支持，我才能演主演，这也是我第1次挣那么多钱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收获一定要靠毁灭我的梦想来换取的话，我绝不能接受。是的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呕心沥血地写出了海中月，现在却看着他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给糟蹋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每次看他排练的时候，我真想上去抽他2个耳光。每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，我都对着镜子安慰我自己，我告诉自己，不要不开心，我在酝酿一种情绪，酝酿一种乐观的情绪，然后带着他笑呵呵的去公司上班。我知道我必须妥协，因为艺术不能靠意志来完成，只有靠商业来支撑。乐天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忍受不了娜娜来糟蹋苏老，我也无法忍受修哥来指挥海中月。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，我真正的原因是，我不愿意看见陆天一边在现场指挥怎么拍海中月，可是一边又在嘲笑自己。所以我必须退出。我走了以后，我希望你能让燕子来演这个角色。你看她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她心里很想当一个好演员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你能同意。导演，今天的排练结束了吗？这人怎么像死了爹一样？小丽怎么了？他走了，离开剧组。风雨大海不 PK， 成败像是一场梦，转过来。干嘛？干嘛关掉音乐啊？哎，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？别给你脸不要脸啊！娜娜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责任是保护你的安全，除此之外，你没有资格命令我做其他的事情，懂吗？如果你以后再敢对我骂骂咧咧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导演，今天的排练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导演，今天的排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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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了。导
修哥，阿峰说要见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他没说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修哥，阿峰啊，有事吗？修哥，我听说海中岳累计1200万的投资，大部分是您出的钱。怎么了？我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如果这部戏拍砸了，你的成本怎么会收？拍砸了？你怎么知道会拍砸了呢？修哥，这一阵子我一直陪着娜娜排练，我耳闻目睹了里边所有的情况。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娜娜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演员，她一定演绎不好苏尔儿这个角色。假如一个戏的领衔主演都出问题的话，那这部戏肯定麻烦。有多麻烦？最终砸戏又砸钱。老峰啊，今天我就跟你谈点生意场上的事儿。平时呢，我是没有心情跟你聊这个的。谢谢修哥。阿峰，你也知道，早些年呢，我是靠贩卖盗版的 VCD 起家的。现在上岸了，准备拍电视剧。我问你，哎，你知道拍正规的电视剧和贩卖盗版光碟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个贩卖盗版光碟呢，需要的是胆量；拍电视剧呢，需要的是明星。所以，我要培养一大批的明星。培养电影明星的话，完全可以去戏剧学院、电影学院，那里有很多的演员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的宗旨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阿峰，你也知道，这几年呢，我养了不少的小情儿，他们个个长得是如花似玉，走在大街上，哪个不让那些个傻男人们流口水啊？既然这样，我为什么不捧红他们呢？人家辛辛苦苦陪我睡了这么多年，我多少的也应该给人一点交代吧。修哥，我承认她们都很漂亮，可是仅仅靠漂亮就可以当明星的话，那电影学院何必要开4年的表演课程呢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艺术家存在呢？去他妈艺术家吧！我需要的是培养一大批的女明星，能够为我拍戏挣钱，又能陪我睡觉，其他的，呵呵，我才不管呢。修哥，我要说的是，《海中月》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剧本，如果因为演员的问题而拍砸了，我觉得太遗憾了。行了，我自有分寸。老大，你的情人有几10个，但投资拍戏却是第一次，因此我觉得，海中月应该比一个3陪女出身的娜娜更重要吧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我告诉你，阿峰，我修本人决定的事情，你必须执行，不能反驳，因为你没这个资格。
下起了白雪，落在你微笑的脸，化成雨，融在我的双肩。你温柔的双手变成美丽誓言，让我沉醉的誓言。誓言抵不过时间，化成一道地平线，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。你的微笑和你的脸展示在我眼前，我却不敢看一眼。我舍不得，舍不得，还有什么舍不得？我们的爱已变成一首爱歌，你给我的已太多，我失去的太多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你的承诺我记得，你的誓言我记着，只要你记得我们唱过的歌。我的要求不太多，假如你会记得，就值得，就值得。舍不得。誓言抵不过时间，化成一道地平线，我永远